1996年春，浙江绍兴市木栅村南印山之巅一处古墓被盗，由于情况紧急，专家将这座古墓命名为印山 M1， 立即展开抢救性考古挖掘。因为这处墓葬此前被认为是越国贵族的墓地，甚至有可能是越王的墓葬。只不过所有人都没想到，这座被守护了1000年的神秘古墓竟是一座吃人不眨眼的凶墓。当考古专家刚进入墓室时，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10多具白骨森森的盗墓贼尸骨凌乱堆砌着，而且他们面容狰狞，死状极惨。这墓里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墓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自己设置这么一个生人勿近的禁地？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将带您一起走进浙江绍兴，探寻考古界极少能够发掘到的越国墓葬，了解印山大墓带来的种种惊奇。今天要发掘的这座印山大墓，它的首次发现要追溯到1973年。那时在印山附近有一个林场，一天林场工人在山地上展开划地界的工作，无意中有人发现在山的一个断面上竟然出现了一片夯土层。当时的印山人迹罕至，夯土的出现令人感到奇怪。人工堆筑的夯土为什么会出现在少有人来的地方？显然不像普通民众为生活需要所为。林场把乡向文物管理部门做了汇报，文物保护部门派出调查小组对墓葬周边进行了多次勘察，认为夯土层下面可能是个越国的古墓，而且有可能是一座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的越国贵族墓葬，不排除是越国国王的陵墓。越国陵墓在当时发掘量极少，因此在考古专家和文物部门眼中，它的价值较高。鉴于当时考古的技术条件，1995年文物部门决定把墓葬列为重点文物保护，等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发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保护措施不像现在有许多先进设施，再加上时间长了，墓葬的守护一直没出现过什么状况，因此守护方面的工作便有所松懈。谁曾想竟然被盗墓贼钻了空子，抢先下手了。1996年，浙江绍兴印山，当地民众在一处叫印山大墓的古墓前发现有新挖的盗洞，立即把消息告知文物管理部门。考古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眼前的盗洞一共有3个，全部都是新挖的，它们顺着封土的走向依次排开，就像在示威，每个盗洞之间的距离约有10米左右。最让考古专家焦虑和痛心的是，中间的盗洞周围堆积了大量的青膏泥，还有一些木炭。青膏泥是古代墓葬中常用的一种泥土，质地细腻，粘性大，渗水性小，潮湿时呈青灰色。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古墓发掘中，经常能看到这种特殊的泥料。从这些现场情况说明，盗墓贼极有可能已经进入到墓室。虽然墓室中的文物是否被损毁或被盗，从现场来看无法确定，但仅凭现场出现青膏泥这点就可以判断，盗洞显然已经触达到墓室的深度。盗墓贼显然比考古部门动作更快。面对这种情况，考古专家立即将情况进行了上报。面对考古专家的紧急报告，3个盗洞的严峻情况，为减少墓葬的损失，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代号为印山 M1 考古抢救性挖掘，紧急在绍兴启动。眼前的印山地处绍兴市的西南，虽然名叫山，但其实并不高，只有20多米，墓葬位于山顶。发掘勘察中，考古工作人员在山脚下发现了一段壕沟，这个发现令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兴奋，说明这果然是有一座料的大墓。在古代，能够为墓葬修建壕沟的，说明墓葬主人的身份一定很高。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壕沟修建得十分的规整，不过西北角没有壕沟。专家正在琢磨壕沟连接起来的形状时，又有了新的发现。西北角的壕沟
并不是没修，而是神隐了。原来这段壕沟被村民们用于日常生活蓄水了。一共有4段壕沟，它们的位置与布局分别在4个方向，把印山团团围住。如果用专业的考古术语来看，这叫黄壕。黄壕是用来表示墓地界限范围的标志，环绕印山的黄壕看起来和陕西秦公大墓的黄壕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就曾发现过类似的黄壕，而黄壕的出现表明考古队正在发掘的很可能是一座越国王陵，而非简单的贵族墓葬。而且墓葬的黄壕是在地表，几乎没被破坏，不像秦公墓的是深埋在地下的。一时间，工作人员的心情变得十分亢奋。虽然墓葬有盗洞，但众人对于墓葬的发掘依然充满期待。那么墓葬如果是越王的，会是哪一位越王的呢？考古专家在心中默默地盘点着越王的名字，有人甚至想到会不会是勾践的墓葬呢？但专家们万万没想到，虽然这的确不是勾践的墓，但却是与勾践最亲的人的墓葬。此时表面墓室的测量数据已经出来了，长度达到了72米，两侧宽度将近40米，中心最高处为10米。工作人员清楚，接下来他们将进入发掘阶段。大家对这座2000多年前的墓葬满怀好奇。考古工作人员面对的重点就是清理封土。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墓葬的封土并不是简单堆砌而成的，而是由很多层紧密的土壤夯实而成，每层7至9厘米。这在古代人力和设备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是很大的工程。史料《周礼·春官·种人》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以决等为秋封之度与其数度。意思是封土的大小往往代表着墓主人生前地位的高低，这是区别墓葬主人等级的重要标志。而从现场封土的厚度、规模来看，墓葬的规格应该属于古代王陵级别的。如果不是王陵，很难有人可能为墓葬做如此工程浩大的封土。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夯面上留有夯窝。这些圆形或椭圆形的窝直径6至7厘米，深度约1厘米。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呢？封土清理到约2米半深度时，一件木质的东西出现了。虽然断成5节，整体形状却清晰完整，长度大约在180厘米。正是这件东西带来了答案。专家仔细查看，发现这件木质出土物中间细，2头粗，2头的直径与大墓封土层的夯窝的直径一致。专家由此判断，它应该是古代越人夯土的工具，是用来夯住封土的木杵。发掘朝墓室方向继续推进，这时出现了青灰色粘性很大的泥土层。考古人员清楚，这就是青膏泥。江南一带的古墓发掘中经常能够见到青膏泥，对于墓葬能够起到很好的密封隔绝的作用。不过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印山大墓中青膏泥使用量极多。这时一件青铜器出现了，刚出土时墓柄旁边的文字依稀可见。经过清理后，专家发现这可不是工具，而是一件青铜铎。摇动起来的时候，青铜铎可以发出悦耳的声音。至于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封土层，专家分析，很可能是在封墓接近尾声时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的。就在一件件出土物让众人精神振奋的时候，很快另一个发现让众人的心情跌到低点。除了盗墓分子留下的3个盗洞外，在印山上又发现了7个巨大的盗洞。考古专家仔细观察，发现这7个盗洞不是现代盗洞，而是古代留下的。盗洞是圆形的，也是一字排列着在墓葬的中轴线上。其中最大的一个盗洞的直径接近10米，7个盗洞看上去简直像7个黑洞。仔细查看，每个盗洞里面都被泥土填充得很结实。
在清理7号盗洞底部填土时，一个锈蚀严重的铁奔出现。专家分析，它可能是当年盗墓贼遗失的挖土工具。铁器在南方大约出现的时期是战国末期，由此可以推断出这7个巨大的盗洞出现最早应该发生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与此同时，考古人员竟然陆续发现了一些白骨森森的骸骨，而且这些骸骨看上去死状惊悚而惨烈。经初步检测，骸骨大约有10来个人。结合遗留的盗墓工具和地层，专家分析，骸骨应该是死去的盗墓贼的。难道这座古墓真的会吃人不成？如此多的尸骨，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这些盗墓贼究竟是因为起了内讧互相残杀，还是因为盗洞狭窄造成缺氧死亡，或遇到什么意外而死？专家目前也摸不着头脑。本来这次紧急发掘就是因为盗洞而起，而现在有点雪上加霜的意味。不仅有现代盗洞，还出现了巨大的古代盗洞，甚至还有盗墓贼的尸骨。一切都说明墓葬早在古代就被盗过。压抑着失落的心情，专家们的目光被7个盗洞的奇特吸引。在古代，如此明显而张扬的盗洞极为罕见，用现代的话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施工级别的盗洞。这样的盗墓显然不是一般的盗墓贼能够做到的。究竟是谁挖了这样的盗洞呢？工作人员不得不重振精神，因为他们知道考古发掘过程本身有时就像猜谜，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可能是失望，也可能是惊喜。而墓葬虽然有盗洞，可能被损毁，但他们并非一无所获。单说这青膏泥填筑厚度达6至8米，用量经过测算达5700立方米左右。比对春秋时期的一些大墓的青膏泥使用量，像印山大墓这样做得如此规范，用量如此之大的非常少见。就在这时，工作人员在青膏泥下发掘到了一层厚厚的木炭。考古专家在一个现代盗洞边看到的木炭竟然出现在这里，经过探测，整个炭层呈梯形覆盖在墓室表面，木炭铺设得十分结实，起到吸水和隔离作用，还能够把各种虫类如当地多见的白马等都给隔绝。木炭层的发掘接近尾声，经过测量，木炭的厚达 1.65 米，木炭的使用量达1000多立方米的木炭作为墓葬的防护层。如此规模的用量，不由让人对墓葬修建者的用心和郑重心生感叹。更让人惊讶的是，木炭层的下面还有一层树皮，这些树皮看上去有点像屋顶上的瓦片，被削成了薄薄一片，虽然只有20厘米的厚度，但足足铺设了有140多层。树皮的颜色被木炭染成黑色。树皮是干什么用的呢？专家说，树皮是古代工匠用来保护墓葬的。在浙江这样的南方地区，雨水多，气候潮湿。早在2500多年前，越国人就知道水对墓葬的危害，水会加速墓室和尸体的腐烂。于是他们用青膏泥、木炭和树皮3层防水保护层来保护墓葬。如果水渗到墓坑里，首先会被青膏泥挡住，要是还有水渗过去，防潮的木炭会隔绝并吸收水分。如果水继续往下渗，140多层的树皮会让水沿着斜坡状的表面流到墓室两侧，不会直接对墓葬造成伤害。这种巧妙的设计让人佩服古代越国工匠的智慧。正是有了层层防护，考古发掘时没发现积水，加上最外面的夯土层，墓葬总共有4道防御措施。防水防腐做得如此科学，似乎再次说明墓主人身份尊贵，很可能就是一位越王。当然，这一切要等到打开墓室时才会有答案。不觉之间，考古队已经在工地上工作了7个月。此时，一座完整的墓室终于出现在人们眼前。整个墓室分成3段，是非常罕见的等腰三角形状。这种造型在中国属于首次发现。3角形制的椁室长30多米，
高约6米，截面是等腰三角形。墓葬看上去肃穆又神秘。墓室的两边各有50多根巨大方木搭建，长 5.9 米，截面边长是 0.6 至 0.8 米。方木排成2列，柱头相称，上面纵向压着半圆形的木柱，形成屋脊。整个墓件，考古工作人员通过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使用传统的毛榫结构。木头上都涂过油漆，油漆也能起到防腐作用。中国古人的墓葬形制通常都是按照天圆地方的理念来进行设计的，比如墓室和棺材都是方形或长方形的，为何这座古代越国的陵墓采用的是三角形结构，而且它的截面刚好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难道这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我们知道三角形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能承受较大的压力。等腰三角形的对称性可能象征着平衡与和谐。这种设计理念或许反映了越国工匠对建筑稳定性和美学的追求。此外，三角形结构也可能与古代越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对祖先的崇拜有关。由于有夯土、青膏泥、木炭、树皮的层层保护，墓室历经2500多年后依旧完好如初，由此也可见越国人的智慧与高超的技艺。那么，这座经过了盗墓洗劫的墓葬会不会有文物遗留呢？清理完墓室外围后，没有发现陪葬的文物。现在考古队员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到墓室内部。此前因为盗墓贼的盗洞打穿了防护层，深入到墓室中，考古人员决定干脆直接从盗洞进入。手电光不断闪烁，墓室内的情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整个墓室除了一小段空间外，其他大部分都被填满泥土。泥土下究竟埋葬了什么秘密？对于考古队来说，这种感觉就像是开盲盒。为了防止倒塌，工作人员一边仔细地清理泥土，一边用钢管支架将墓室两侧进行了加固。清理到墓室东北方向时，忽然出现了装尿素的编织袋与白色手套，很明显，这是现代盗墓贼留下的。看到这些，考古工作人员心中很不是滋味。有一个现象引起专家的注意，墓室中没有发现青铜器。青铜乐器是夏商周时期的重要礼器，是几乎所有先秦时期大墓出土都有青铜陪葬品，可在印山大墓中竟然一件都有。如此规格的墓葬为何没有青铜器？要么可能本身就没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盗墓贼盗走了。后续的进展仿佛在印证考古工作人员的猜测。在墓室的北侧，2件玉器被发现，玉器由黑白两色的玉料雕刻而成，其中一件已经断裂成3节，2个玉器都是龙首状的钩子，上面雕刻着许多精细的花纹。从玉龙的一只脚没有花纹的情况，专家认为这应该是用来插进木结构的玉钩。结合以前的发掘案例，玉钩是用来挂青铜乐器的。专家认为，而墓室中原本可能放置过大型青铜乐器，但这些乐器可能被盗墓者偷走了。清理墓室时，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泥球。经过仔细清理后，专家发现这些泥球其实是玉阵，古代人用它来压住席子。玉阵由黑白相间的玉料制成，共有19个，在国内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玉阵的分布杂乱无章，显然是盗墓者翻动时弄乱的。此外，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地面上发现了2处奇怪的痕迹。经过仔细观察，这些痕迹很可能是竹席或竹鞭留下的。工作人员随后找到了经纬交织的竹篾痕迹，但由于这些竹篾已经存在了2500年，提取起来非常困难。这些圆柱形的小玉管也被清理出来。考古专家推测，应该是墓主人服饰上的装饰品。这些东西虽小，但十分精致，让人能够想象墓主的服装多么华贵。还有5节玉剑的残片也在清理过程中被发现。玉剑残件虽然被放置得七零八落，但从材质和造型看是有联系的，
当工作人员把它拼接起来后，竟是一把玉剑。至于剑身为什么四分五裂，考古专家分析，应该是盗墓贼破坏所致。通过比对，考古专家发现玉剑的造型和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剑极其相似。要知道，在春秋时期，越国锻造兵器的技术远远优于其他国家。中国古代铸剑的鼻祖欧冶子就是越国人，他因为冶铸出第一把铁剑龙渊，开创了中国冷兵器的先河。而另外2名铸剑大师协和干将也出自越国，莫也是欧冶子的女儿，而干将是欧冶子的女婿。玉剑的出土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久负盛名的越国的剑文化，由于剑是玉制的，不同于青铜铸造的，还说明了墓葬主人身份的高贵。而随后出土的几件兵器，玉足、石矛等，也似乎在印证着墓葬没被盗时，应该还有不少兵器方面的陪葬品。发掘仍然在继续，虽然没有发现更多的文物，并不影响众人对墓葬中会有更多发现的期待，因为2500年前的棺椁现在静静地在墓室中等待着人们去揭晓答案。眼前的独木棺长 6.10 米，宽 1.10 米，巨大的尺寸超过了以往考古发现的记录。表层的油漆涂得非常完整，时隔2500年岁月，棺木有的地方依然光亮。独木棺是由一根巨大的原木雕刻而成，一半作为棺身，另一半则作为棺盖。从树龄来看，要制作这个巨型木棺所采用的树木生长年限至少需要200年，整个棺椁极其精美，富有王者威严和华贵的气象。如此大的棺木中，除了骸骨，应该能够容下许多随葬品。专家们认真讨论好开棺方案后，在现场做好各种准备。终于，开棺时刻来临，工作人员缓缓抬起棺盖，此时的空气仿佛已经凝结，因为这是见证奇迹的一刻。但当棺盖被缓缓移开时，棺木中的景象的确让人感到无法呼吸。一眼看去，空空如也，连墓主人的遗骸都毫无踪迹。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很多遍，连遗骸的碎片都不曾发现，而且也没有任何陪葬品。沉默中，专家目光再次投向被锯开的棺脚，这应该是盗墓贼留下的痕迹。盗墓贼正是从这个被破坏的角落撬开棺材，把随葬品洗劫一空，甚至连墓主人的遗骸也没放过。奋战数月，无数的期待和猜测，这就是答案吗？一个精美的、巨大的、空空如也的独木棺材。尽管开棺的结果令人遗憾，但印山大墓的建造工艺如此让人叹为观止。还有这独木棺重达数吨，严丝合缝，棺内修漆工艺至今保有光泽。墓葬的形制宏大精美，而随葬品缺失，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良久唏嘘。墓葬的防盗技术显然还是不够硬核，难怪会被古今的盗墓贼多次光顾。现在已经无法分清现代盗墓贼还是古代盗墓贼拿走的东西最多，因为发掘过程中种种遗留显示，墓葬被盗墓贼光顾过不下10余次。由于没有墓志铭，也没有更多的出土文物，墓葬主人的身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墓葬主人最有可能是谁呢？发掘工作虽然告一段落，专家和研究人员还在继续进行工作。史料记载，生活在春秋末年的越王只有允常和勾践。越王勾践曾在独山为自己修建了陵墓。而允常是谁呢？他就是勾践的父亲。专家们经过对各种史料的研究，专家们推测印山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越绝书中曾记载，墓刻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根据这一记载，允常的墓葬被称为木刻大冢，位于木刻山。考古人员在印山附近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印山早期也被称为木刻山，而且印山北侧的木栅村早年曾被叫做木刻村。这些地名与史料中的记载相吻合，进一步支持了印山大墓
为允长墓的说法。而关于印山大墓的7个盗洞排列整齐，方向与墓坑完全吻合，不像普通盗墓的情况，专家们也找到了线索。《史记》的记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军，至会稽郡。这表明，在秦国统一6国的过程中，秦军曾平定长江以南的地区，包括越国，并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郡。专家推测，秦始皇为了防止越国的复兴，可能对印山大墓进行了政治性的盗掘，以破坏所谓的天子气。这种盗掘行为可能是导致印山大墓被盗空，连墓主尸骨也不翼而飞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盗掘行为。从风水上来讲，就是把越国的龙脉破坏掉了，连越王允长的尸首都没有放过。至于里面的珍贵宝物，有专家大胆推测，很有可能都在秦始皇的陵墓中。最终，专家们得出结论，墓葬应为勾践父亲允长的墓葬。允长，约公元前510年即位称王，越之兴霸，自允长矣。史料记载，当时越国在允长的领导下，逐渐由弱变强，从吴国的附属小国，走上了与强吴抗争之路。他还曾请来天下第一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自己铸剑，梦想着有朝一日招贤纳士，与中原诸侯共享尊荣。他的儿子勾践后来为我们留下了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步一步带领越国走向强盛。如今印山大墓已被中国建成了博物馆，物馆内展示了印山大墓的原貌以及出土的文物复制品。印山周围是一片宽广的开阔地，山峦叠翠，烟霞烁金，让人畅想越国强盛时期的荣光。印山大墓的发掘，为人们研究春秋时期越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它规模宏大，形制独特，充分显示了越国王陵制度的各个特点，不仅是越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推动越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印山大墓的故事就讲完了。如果您对印山大墓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